京中发生这么多事，我还以为姐姐今日不来了呢。父王和平章的心里确实都不太好受，可惜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我听到一些传言，真的是莱阳太夫人吗？每个人心里真实的想法，外人永远难以琢磨的。这些年，他一直低调恭顺，口口声声陛下恩宽，谁能想到，他骨子里流淌的，却是一团恨意。我不太明白，他到底在恨什么？为什么要针对长陵王府呢？你当然是不明白，我也是昨晚问了平章，才知道了大概。莱阳王犯的这个案子，是父王最先察觉，由陛下主办，先帝最后处置的，所以，凡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，他自然个个都恨。可是身份有限，哪有机会对陛下做什么？自然最先针对的，就是长林府。如此恶毒的人，好在接近不了父王和平章。姐姐心里的苦楚，也会慢慢过去的。大统领，巡防营已奉命接管，都在门外待命。你记住，莱阳侯只是代旨，并未获罪。等陛下身体稍安，便会传召。他突遭巨变，还不知道会怎么样，要命手下好生照管。属下明白。好了，就送到这里吧，我自己回去便是。姐姐慢走。平京，你在这干嘛？你知道吗？原来全都是因为我。什么是因为你？大嫂难过了那么多年，大哥一直没有孩子，原来全都是因为我。因为有人觉得长陵王府应该是我的。你有酒吗？平京呢？怎么不来吃饭？他出去了。对了，周管家的事情你问了吗？问了，大概是打着王府的旗号，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吧？你知道，父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个。
既然是这样，看来也无力挽回了。父王心中不悦，这件事你以后不要再提。好在，这一切乱糟糟的事情，终于要结束了。墨子和六叔说要回东海，但在确认他已经离开之前，恐怕还不能说是要结束呢。葛清茶，醒酒的，喝吧。令仙，我知道不应该麻烦你，可我真的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。你想麻烦我什么？我能不能在你这儿躲2天啊？为什么要躲？我还是觉得没脸回去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见大哥大嫂。你以为躲着就什么事都没发生啊？这封遗书真的会有用吗？萧炎启尚在母腹之中，父亲就被赐自尽，他们母子相依为命。侯爷放心，这封遗书自然会有用处。还需要多久才能安排妥当？侯爷稍安勿躁，引线埋得越久，效果才能越好。时机一到，萧元启自然会变成东海埋在大梁王室的一把毒刃。为了这个，
就算等上3年5载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外面这么大的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确定不要我跟着吗？你这个大大咧咧的性子，真的是太随蒙老大人了。你好端端的说我干嘛？你就没有觉得府上清静了许多？平静整整2天没回来了。还真是，他怎么了？闹别扭呗。是不是父王又教训他了？算是吧。莱阳太夫人罪行昭昭，莫兹侯又抢先下了手。处置他的后事简单，关键是元气不好办。王兄觉得他母亲的许多事，元气知道吗？听飞展说，他当时整个人都傻了。臣相信，他不知道。朕也相信。不管怎么说，罪人虽恶毒，但还是爱自己儿子的。不告诉他，反而是为了他好。毕竟当时元气还小啊。况且这些事，没有哪一件事需要元气来帮手的。陛下，他父亲当年的事儿呢？应该也不会有人告诉他详情。毕竟是先帝的皇孙呐。没想到你做这些事儿做得还不错嘛。当然了，这活儿我在狼牙山可没少干。你到底还想在我这儿待多久啊？李姐，我每天都帮你干活，留我多住2天怎么？你又不是不喜欢我。幸好父王没听到你这么跟女孩子说话，这腔调又是琅琊阁教的。我知道心里难过就躲起来是你的老毛病，但是你已经打扰人家林姑娘2天多了，还不肯走，非要大哥上门来接你。怎么？你知道大哥不是亲生的，你就不听话了？大哥永远是大哥，我只是觉得没脸回去，还有一点害怕。害怕什么？怕大哥你生我的气。我为什么要生气？大哥，一切都没变，一切都还和以前一样，对吗？难道你想变？道理不用我讲，你心里都明白。走，跟我回家吧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小侯爷过来了。小侯爷，此地禁封，不得随意走动。小侯爷，令堂所犯之罪，您已经很清楚了。朝廷的规矩，就更不用多说了。弟兄们，
有圣命在身，请小侯爷不要为难我们。我就是想问问，平静这些人来过吗？封进莱阳府，是我们巡防营的差事。二公子他为什么要来呀？大哥，大嫂她知道吗？父王收养我时，居家不在京城。当时知道的人，除了母亲和周管家以外，就是先帝和陛下了。再后来，自然更是无人提及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，周管家因为我才……大嫂她知道吗？那你别告诉她。你不愿意，那就不说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说什么不说什么，也都改变不了现实。我也不愿多提，平添他的烦恼。对了，大哥，还有啊，我离家出走那事儿，你别告诉父王。啊，父王知道了，那陛下也知道了。那可保不齐哦。啊？平清真的直接跑出去躲起来了。是啊，这孩子心实，怕是得罪了他的兄嫂，心里有些难受。此事虽说与他有些关系，可终归是因为小人心窄，又怪不得他。哼，这小子，他大哥晾了他几天，今天去接他回府，我看他赶不回来。那就好。那平章打小啊，就特别会哄他。哼。启禀陛下，内阁传报，东海使团已到鄂州，7日之后便可抵京。知道了。磨磨蹭蹭的，你说这莫子侯在京城都快闹翻天了，这东海使团才到。毛兄啊，你觉得这天下第一高手还有胆量来见朕吗？臣以为，莫子侯即使在使团里，这东海来使也不敢承认这个人曾来过大梁。哼。莫子侯肯定不在这里面。让！大哥觉得他是已经走了呢，还是仍然潜藏在金陵的某个地方？按理说，莫子侯前来金陵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该办的事也已经办了。莫子侯留在京城挑衅我大梁天威，不是明智之举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他还没有走。大哥是觉得有哪里不对吗？我在想他之前留下来的字迹。旧怨已平，当归东海。
可这不证明他已经走了吗？那他为什么要跪6张字条？难道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已经走了吗？莫兹侯是想让别人认为他已经走了，但其实并没有走。他若留下来，还能干些什么？还不好说。帝都这么大，他若真的藏起来，找到他，并非易事。金陵城虽大，但能让榜上第1高手感兴趣的地方，想来也不会太多。既然我们不确定，那就按最坏的情形打算，加强防范便是。说的也是。这件事情我是帮不上什么忙了，但我们平津还是很有用处的。大统领，尽管带着他吧。嗯。我还有其他公务，先走一步了。飞展，元气那边还需要加强些防卫吧？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对了，荀大哥，你在宫里当差，陛下今日心情如何？元启还向我去替他求情，想去给他母亲落葬呢。莱阳太夫人罪名重重，哪有人给她收敛尸首安排葬仪？早就找地方给埋了。根底还不错，内息扎得很牢。若得认真调教，还可以有更大的长进。你是谁？我来介绍吧。他是一位可以帮助小侯爷实现心中所想的人。我心里想什么，你们怎么可能知道？我当然知道。东海使臣参见大梁陛下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谢大梁陛下。贵使劳途远道，很辛苦啊。贵我两国一向邦交和睦，我等能仰见天颜，略表我朝国主亲近之心，实乃无上之荣耀，不敢言称辛苦。不知你们中的哪一位是名冠琅琊的莫兹侯啊？
敝国莫兹侯一向仰慕大梁风物，兼有祭奠淑妃娘娘之故，因而请得我朝国主允准，名列使团之中，与我等同行。岂料幅员不够，过境方才几天，就有些水土不服，实在支撑不住，只能先行归国。期间失礼之处，万望陛下海涵。水土不服？这习武之人身体强健，这么容易就水土不服？是，不怕陛下见笑。那莫兹侯常年隐修，即便是我朝国主也不知他身体如何。此次允他出行，虽有失察，但绝非故意，恳请陛下见谅。朕看这个莫兹侯病得不轻啊！他这次归国之后，贵国主难道不想着好生的调理一下他？嗯？是，陛朝国主也觉得之前放纵了些，日后必定严加约束。娘娘，臣早就说过，东海来人委实不算什么大事，不过是建一间祭堂，按照故国的礼仪寄托一下哀思。连陛下都没有亲临，哪里值得娘娘为此忧心？是啊，承蒙兄长吉言，确实是本宫想多了。一个死了7年的幽魂，从此再也不用放在心上了。令堂生前泣血所书，小侯爷真的连看都不看一眼吗？我虽然没有经历过多少世事，但我也绝不是任人摆弄的傻子。我母亲被这无谓的仇恨蒙蔽了20多年，临死还要被你们利用。你们今日过来，是想逼我走上和他同样的路吗？太夫人生前行事的确不怎么聪明，但是小侯爷身为人子，你真的相信他的仇恨是无谓的吗？当年案情清晰，即便是我也不得不说，先父并不冤枉。就算是不冤枉，但是身为皇子，总不至于被判了死罪吧？流放、监禁、送首皇陵都是处置的办法，但是结果呢？因为一个固执绝情的父亲，
一个只听从于父命的太子哥哥，还有一个要杀他继其以立军威的长林王。小侯爷从此生而无父，到现在，连母亲的尸体都被人抛之乡野。你胡说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母亲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平静答应过我，平静答应过我，她要帮我的。你凭什么相信长林二公子会把你和你母亲的事情放在心上？你又凭什么相信长林二公子会为你的事情尽职尽责呢？小侯爷从小锦衣玉食，并没有令堂那么多仇恨，这我可以理解。可是我相信，你此刻心中一定会有很多的愤怒，因为这乃是人之常情。他们是那么的高高在上，似乎拥有一切正义的理由。他们可以想宽恩就宽恩，想严厉就严厉，而你却从来都没有选择和力量。除了等待他们的决定以外，你什么也做不了。住口！你住口！小侯爷难道不想成为陛下和长林王这样的人吗？有权利，有地位，可以主宰一切，可以决定他人的命运。就算是小侯爷心中无恨，但我相信你也绝不愿意这样一生碌碌无为，因为你有先帝的血脉，你是萧氏的儿郎。为什么他萧平京都可以这般肆意张扬，而你却不得不站在宫城的边缘，默默地仰望呢？这封信里记录了你父亲生前为了活下去是怎样的苦苦哀求，也记载了你母亲在宫中抬不起头来又是怎样的卑微。小侯爷不是不想变成跟你父母一样的人吗？你以为你躲在这府中，从此不说话不做事情，撑着一口气默默如死，你就和他们不一样吗？瞧瞧吧，小侯爷，恐惧是人心里最大的敌人，杀了他，方能成为人上之人。二公子，带我去见萧元启。是。元启，是我，平静。来了。
我打听过了，你母亲是由内廷司派人掩埋的，虽然没有标记，但具体的位置应该能问出来。我这几天一直在找机会向陛下开口，但后来家里出了点事，也就……我明白，家母这样卑微的罪人，自然是想起来就提一提，想不起来也就算了。你徒造大辩，心神不宁，我能理解。但平心而论，先有恶因方得恶果，陛下的处置也无不妥。先父获罪而死，陛下还肯赐我爵位，养我母子在京，确实是并没什么不妥。只是我却没有这样的福分，享受着帝都富贵，倒不如从一开始就将我母子逐出这繁华之地，从此断了执念，不生妄想，倒是可以相依为命，求个善终。我向父王问过了，当年就案是非分明，没有什么含糊的地方。说到底，是你母亲自己心魔难除，才会把陛下的恩宽变成了复仇的机会。你素来是个能通情理的人，难道你想不透这个吗？既然陛下恩宽似海，那他怎么就不能留我父亲一条性命呢？当年先帝犹在，岂能全由陛下做主？再说你也看过案由，莱阳王犯下的是必死之罪，根本就没有恩宽的余地。是吗？若不是父亲与陛下同为先帝的嫡皇子，怕是还有些余地吧。萧云起，你说什么？内官大人，里面请。你我同族兄弟，相识多年。我原本以为自己很了解你，即便你母亲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都没有怀疑过你事先知情。你明白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相信我。是，我相信你原本无辜，相信你能分得清楚善恶是非。但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在你眼中，陛下和宗室多年照顾只是伪善，而你父亲当初的旧案，不过是一场权位相争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。可是平清，你从小就有父兄长辈护持，我这种生而无父、孤苦无依的生活，你根本就体会不了。陛下念你皇家骨肉情分，和宗室朝臣多次商议，就是想要妥当安置你。他若是知道你刚才说出这样的话，平静，我心烦意乱，才胡言乱语的，没有必要让陛下知道。我从小到大，有多希望得到陛下的认可，这你比谁都清楚。我当然清楚。陛下口谕，召萧元起即刻进宫觐见。幸好你刚才口不择言，
只有我听见了。长歌起，风转回浪，微微锦绣明堂，变成战火万里冰雪望。人间多棒，月竹门宫墙，铁甲罗裙银枪，盘白首如霜。远去天涯，携手再无思量，烈酒当饮今生。欢乐来归来战北方，寸心春雪万长江，论豪气何在